继续台湾各个角落的故事，这家救人救命的医院，支撑中部海线民众的健康，已经走过半个世纪了。1971年，创院院长童瑞卿出身沙鹿，因为家境清寒，他放弃就读台大土木，改念国防医学院，踏上从医路。当年沙鹿地区有医师执照的人屈指可数，也没有高速公路，居民想看医生，只能舟车劳顿奔波4个小时到台北。这还算好的了，有的人连北上的车资都没有。于是退伍后，童瑞卿毅然决然返乡创业。一开始，员工只有他和太太跟1名护士3个人，但医院的位置靠近交流道，车祸外伤多。为了应付各式各样的状况，童瑞卿一口气考到11张专业医师执照，还把兄弟们全部拉进来帮忙。2010年，童瑞卿过世之后，由弟弟和儿子接手医院了。带您一起了解。救护车刚把病人送到，医护人员立刻上前检伤。这间位在台中海线的医院，处理1名需要复苏急救的1级病患，平均只要60分钟就可以移转到病房，速度在台湾的医院当中名列前茅。虽然只是区域级的私人医院，但光是急诊患者人数1个月就有超过5000人，跟邻近的医学中心不相上下。这是我们医院急诊的外面，因为因疫情啊，所以有些的病毒我们要阻绝在医院外面。它里面就是跟一般的观察区一样，它也有氧气的输送。这个跟别人不一样，是我们这个每个房间是独立空调，它不会跟别的房间交叉感染。人家都是住帐篷，我们是住在套房里面。看诊负担已经不小，还是努力维护病人权益。6间特别打造的观察室，让等候 PCR 采检的患者不必面对外界特殊眼光，也免于日晒雨淋。如果情况危急，旁边就有中部唯一的负压隔离舱。如果要做插管这个动作，基本上是要在负压隔离舱里面才是比较安全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气是可以直接抽出去的。那我们这个负压隔离舱使用完以后，我们上面都有指消灯，所以这样的话就确保我们每个病人进来出去都是安全的。36号，请进入诊间看诊。你今晚拢未碰风？无呢，那猛海拢未啊？嘿，拢正常。开口闭口都是病人，这是总院长童敏哲的家训。他是医生世家第2代，爸爸童瑞卿当年因为家境贫困，放弃台大土木，改念国防医学院，就此踏上从医路。爸回来创业的时候，这个有执照的医生在我们沙鹿应该没有超过5个了，所以基本上也不是什么大医院，所以你不管是开刀或重症治疗，如果没有办法，就是在这边等死啊。如果是因为早期也没健保这些家境不好的人他当时候就是没办法如果家境好的，他就往台北送这个是我们早期因为以前没高速公路所以光一个救护车从沙鹿到台北，基本上是要花4个钟头，因为有红绿灯这个803退役以后，来他的家乡创院的时候，他的精神，他就是想要把这个海线的医疗水准提升。一开始，医院只有童瑞卿夫妇和1名护士，共3位员工，却得应付整个台中海线，甚至包括南苗栗到北彰化的患者。而为了应付各种的紧急状况，童瑞卿一口气考了内外儿妇共11科的专科执照。我从小被处罚最多，应该都是在开刀房，因为我爸的作业时间跟我们不一样，他早上6点多就起来看病查房，然后再来8点，我们小学生就赶快去上学嘛。然后晚上回来之后，我爸还在看诊开刀嘛。我要修理我的时候，就带进开刀房，拿一个板凳就叫我站上面了。等他开刀下来再修理我。问题他开刀有时候2、3个钟头你就站在里面我站在里面，他说所有绿色的布都不能碰
可是我爸有时候开刀浑然忘我啊，就开完刀就走了啊。然后他出去的时候，那护理人员说：“院长，恁囝佫徛伫面顶啊，你哪就要给他救来？”可是我从他身上，我会觉得说，这个医生的付出真的蛮多的。因为我爸爸第一次出国大概是50岁了，他不是没钱出去，他是每天都在医院。现在那个疫情趋缓了所以这个外科的病人大部分都回笼了。爸爸的身教，连当时才小学的童敏哲都这么有感触，更别说当时看着童瑞清创院，一路跟在身边的弟弟们。看大哥视病如亲，他们也加入医院工作，整个家族都奉献给海线居民。我这个台北医学院毕业后，我当完兵回来然后我就也回到这个医院来帮忙。当时需要住院的时候还交保证金，我大概在那个现在就不要了。我们都是这么附近人，大家都没有钱嘛，那先医再讲嘛。等真的我们先把他救了以后，往后他们才分期付款，慢慢拿来还我们。这嘛拢 OK 啦，电池水有啦，因为当时都电话入来，救护车就出门啊，要搁找司机麻烦啊，我跳的就去啊，你讲都无休困我都迄句病人作祟，迄句我若休困来啦，我驶地救护车互你看啦。你真正会晓驶啦？车够驶哦。对啊，免啦。不懂啊。都天生自然，大兄来开病，咱就甲斗相共，毋是天公伯安排。辛苦要人讲迄句算使命啦，嘛袂晓通辛苦啦。安怎讲使命啦？都讲救人，咱救一个人啊，哇去甲财务转来人的心情变得好，毋是爱人受伤，是咱做一件功德。1999年921地震重创中部，童瑞清超前部署，早在前一年就跟东市农民医院合作，派医疗团队服务偏乡，也因此正在第一时间可以及时救援地震伤患。2005年邱小妹人球案，医疗团队也秉持她的精神，二话不说接下治疗责任。2018年伞兵秦良峰坠落意外，更看出医院的扎实医疗能力。当时候去的也不是主治医师，就有一个总医师，就那个住院是第4年。当国军弟兄在压的时候，他没有马上压，他用那个听诊器马上听，有一边气血胸，因为你压的话，你如果气血胸你压它的氧气是输不到肺部，所以他当机立断，在草地直接就敢捅下去，把那个气血胸放掉，所以那时候的压是慢慢的比较有效，你那时候的压那个氧气含量才能回到脑部。大家出去了，然后现在目前知道他现在是气胸后看。然后一直压到医院，到7分钟啊。他当时到医院的时候，前7分钟是没有血压、心跳的，所以我们对我们的急重症能力是非常赞许。2010年童瑞清过世之后，弟弟和儿子继承衣钵，把眼光放得更远。除了建制复合式的手术室，引进达文西手臂等最新的医疗设备，更增加急救直升机和国际医疗服务。屹立中部海线，医院走过半个世纪，不变的是永远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我们虽然是一个私人的医院，为什么可以生生不息？因为你都是站在病人端，都是以病人安全为中心，能救的我们尽量抢救。就是医生为病人而活嘛，医院是为病人而生嘛。你病人没有弄好的话，那你什么都没用嘛。